了，他依舊能夠活躍在赛場上，不是没有道理的，他总会有一些原因，对吧？对，主要是他的每一波炸弹都是强博弈，你求生者如果操作不好吃了，那你就是虧，而且還有打盾。像弓箭手、像气象这些角色，他一旦蓄力蓄出来，哎呦，邦邦雷命中还能打断。就我觉得邦邦他还是十一的方向靠了一点点，补一補小船這方面的空缺，他要堵小船那邊是不是能追的人？但看一圈這邊是魔術師，再加上氣象，氣象在小船的壓制力還是比較高的，尤其是邦邦這種腿短的角色，对，更是難受。他會飛嘛，對吧？你上樓看一下年景的追擊思路，臉上的馬尾是可以追的，而且大船的弓箭手也是可以追，主要是帶了移形。是的，看看年景這樣的想法，應該是先去這邊壓一下點位，往中場走一走，排一下魔術師，應該是大概嗅到魔術師的一個方向了。对，把人趕一趕。這邊磊磊是囤點雷的，對的。哎，但要回頭招磊磊。因为他這個地方的話，求生者拉的都比較開啊。耳鳴卡的很好，所以他是判斷不出來魔術師的位置。想想魔術師再往裡面走的話，應該不會去雙11，那這樣的話就往大船走。但其實我覺得他可以直接去追中場這個大副啊。大副的話，對於邦邦來講還是挺好追的。對，看到魔術師進了大船，還是要去找外圍的一手弓箭手。主要是弓箭手位置太差了，雖然說你角色好，但是位置太差。對的，而且身上是6顆雷過來的嘛。就這裡對於邦邦來講就是全控力。哇，但是感覺馬尾這個雷躲得不錯呀。對，而且一箭就命中核心。這邊可以交飛輪，飛輪頂掉可以中過交一個後跳。對，看這組雷還沒連中的話就有點虧了。他選擇是往遠拉，其實他可以近板博弈。對，那看一下這波移形落地，還有一個身位把控。但是你這個要被暈吶，那等於說這個技能交出來的一個收益沒有那麼高。看邦邦那個狂風暴雨的連擊就過來了，而他這個後跳是精準躲掉了你個連雷，不過遙控還是很準的。遙控命中這個點位架住，看看這波眩暈，哎呦，差一點點，差最後7%的一個撕裂值。這一波的一個牽制其實已經做得不錯了，主要還是起6的點位太差了。對，而且年景也是帶着6顆雷過來，配合移形追擊節奏也是很穩固的。是的，所以一個弓箭手是很難把這個節奏給他抵消掉的，而且監管者也是專門帶了憤怒。弓箭手這個道具消耗太嚴重了，他基本上第一波打完已經沒有道具了。對，手裡最後一根龍骨弓了。對，所以說你這個26的話基本上是沒空間。就看一下獅子這邊能不能給出一個空間。給大副的話應該是沒問題的，對，能救，但是看空間。哎，他沒有選擇提前搖表，等一下哦，着急，這邊就硬吃炸了，要雙倒，我能雙倒救了。看一下這刀怎麼說，炸到了，還在服役，在騙，救下來打到。哇，還好弓箭手扛到刀了，那這個時候大副沒有倒很賺啊。對，哎，正常來講這個地方肯定是要雙倒的，因為我打你一刀，地上有雷，你只能用失樂園來救。但是硬是把平雕給他躲掉了。等到救下來人讓弓箭手扛到這一刀，然後弓箭手倒到角落，這樣也 OK。是的，再補上最後一個龍骨弓，讓你掛我的時候有點忌憚，但是這個位置我說實話離椅子還是比較近的。但是這裡就是硬拖你2-3秒的時間，感覺上來講可以把它賣掉了。對，弓箭手的話你再想救，其實真的很困難。對，而且現在求生者如果說要卡着賣的話，基本上是救一波就可以考慮直接賣。而是臉上最近的這個人他吃到通緝了，氣象的話他的位置很尷尬。對，不好救的同時。這邊也可以考慮直接賣，救下來也沒道具，看傳送直接落地，就有點進退兩難了，吃了一個通緝。對，而傳送落地過來這邊有個魔術師，他是沒有回光返照的，魔術直接吃一大可以。這個魔術師是沒有飛輪得交，先交飛輪，對，然後提前交魔術棒。看魔術棒交出來，因為你不提前交的話，你會被預判走位，但是哦還行，差一點。要走位騙到一點點，但是就拉不開。這個預判真的很誇張，但是沒關係，我現在是一個2階的邦邦，這個2階邦邦給的壓制力還是很高的。繼續交利用魔術棒的一個加速規避，但是還是要注意走位，這裡一定要給個插刀，對。但是年景好像不想給你插刀，對，他拿定時雷直接擺在腳下，去讓2秒雷引爆定時雷，這樣的話就能夠封死魔術師走位，直接秒掉。那這樣的話還掛到遺產，就屬於是你這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了，對吧？因為你求生者其實他的一個應對思路是完全正確的，但監管者我也知道你是怎麼樣是對的思路，那我就要阻止你。所以這樣把這個人掛上之後，密碼機差的進度有點太多了，而這個救人壓力也非常的大。大副這邊是一個亞健康狀態，下一波救援的話，表要提前搖的。我說實話，現在這個節奏不要考慮救了，就是最好是什麼呢？最好就是想着走一個了，因為你這個局再救，把你自己搭進來之後，可能是4抓。是，但你看這個位置，要不救的话，邦邦能上雷，實在是有點難受了，進退兩難了，說是。因為首先啊，你救人不一定救下來。
其次你救下来之後，他肯定也没26，对吧？那你自己还容易双倒，所以說你這個人如果選擇救的話，我覺得是風險是遠遠大於收益的。但得救，不救的話，這個人肯定就要直接被炸飛了。飛了走一個呀。但是選擇過來硬逃，通過失乐園，魔術師被打了一個針對，臉上大副基本上也是無處可逃的，可以捏個搖紅雷直接搖跑，兩個人直接雙倒地把魔術師一掛，所以說收益是沒有的，對吧？但沒辦法得救，不然的話這個位置被架死機子差太多了，要走一個的話對幫幫來講，但是你看你兩個人基本上是滿狀態的時候還能拉扯，但是你倒地的話，對於幫幫來講那就是一個輕而易舉的4抓，是主要是這張地圖密碼機也比較難修嘛。那對於年景來講，直接找到了遠端的磊磊，现在气象是满道具，但是对于一個2階幫幫來講，也就是灑水。對，我手裡的雷能去得很快。這邊一個風預判吹到了，但是哇，這個連雷年景的雷，我又回憶起那個紅教堂速溶氣象的一個傳說了。就年景他這個幫幫熟練度真的是有點太誇張了。屬於是熟練度凌駕於版本強度之上的一個狀態。對的，而且主要也是把氣象這邊的一個思路都給他判斷清楚了。我知道你在前面點位不太準的交道具，但是也被反繞到，這個連雷繼續把下板狀態的氣象直接炸倒，而這個時候求生者的自癒還不能交，對吧？可以不着急把雷往中場牽一牽。對你大富爾人再交了我就傳送。對，他想走路沒有能夠傳的地方，所以先走過去。他其實可以直接傳下，從那個中場方向去找。那這樣的話，人就大概在雙11方向了。你看，求生者倒地了，沒狀態，沒道具，他要去幹什麼呢？好難猜啊！摸箱子。對啊，他肯定要去摸箱子，所以說年景他可以直接排過來。看一下狮子這邊是摸出一瓶香水。香水。年景這邊，他覺得狮子可能會反繞過來摸一手人嗎？也有可能在雙11，因為雙11箱子比較多。對，他覺得可能會反繞過來，但是發現這邊沒有，那就知道你可能在大門。在海邊大船的方向了。直接往大船裡面走，因為這個耳鳴的範圍就只能是定到你的人了，而且看到腳印了。那最後一瓶香水的話，唯一的操作空間也就是一個跳樓箱。對，兩個人都沒有自愈了。然後求生者這邊密碼機也差的比較多啊。對，這邊卡了個視角跳下來，對年景來講也不着急，慢慢跟就好，然後回頭給了一個2秒雷。而且他其實這波他擊倒大副之後，他怕密碼機壓好的話，他可以選擇掛。對，大副太耐做了。就看這波擊倒節奏快不快了，看這遙控直接落地，跳樓箱也給你頂掉了。是的，天上炸一下，地下預判一下，直接選擇把大副給牽起來，往海邊木屋那邊去牽。然後呢，你密碼機不抖呢，我也可以放，對吧？觀察密碼機進度，不着急，放下來，確定雷，大概一方向就好了。是，這兩邊的密碼機都離得很近，而且前面再往前面走的話，甚至大風車還會變紫。他聽過這台密碼機，他知道這台密碼機是新的，對，所以說他完全沒有任何壓力啊。往前面走還看了眼風車，風車沒變紫，但是右邊的烏鴉飛起來了，確定位置了已經，耳鳴也起來，是有耳鳴了。對，其實別的東西都還好，就是耳鳴一亮的話，你位置就鎖定了。是的。再交一個層雲，但是大副這邊的一個有點極限，這不是一個最大的層雲。是的，而且被炸下來了。1級層雲直接能炸的。幫幫還是有一個 Z 軸判定的。說實話，年景這個雷，我都怕他等下從那個選手席丟到解說席，怕被他炸，你知道吧？有點太誇張了。這麼遠，這麼準，真的，等下誤傷我們了。啊，主要是我們兩個還坐在一起，一個遙控雷能收倆。是的。好，那這樣的話把兩個人都擊倒，那麼都沒有自愈的一個情況下，應該是穩穩拿下一個4抓。GR 的監管者年景在第一回合上半場，我看到咒術就有點感覺。這時候感覺應驗了，我感覺他的風格其實，在我們聯賽裡面也是屬於那種獨樹一幟的角色。對，因為選手可能別的這個選手我也會第一局去搖擺，還挺有勇氣的。只能說是省了一手後手的角色，但是效果呢還得看實戰，就看這一场能不能給他打出一個效果來了吧。那確實，他確實之前拿素材有，來。看一下這邊，胡景村素材能否有一個好的開局，這很關鍵。北京目標先定到大門，着急往大副臉上。是的，想動一下無心。那小白追大副是很厲害的，但是你這裡就不好去切成一個小黑。先用假伞去壓住。對，先給他一個減速跟交互衰减。哪怕交车表也不着急，看一下腳印的方向。哎呀，能不能蓄力刀直接預判他人的位置？看這個蓄力刀很近了，有機会。差一點，第二段搖出來，但是沒事。不幸繞住走，剛好躲到這一刀。用這個樹不停的去卡你的一個視野跟刀氣。那前面的話想要搖到第3段表的一個範圍外。
位置出来了，见着小变黑，过来有一刀，没有判断表，这一刀拿到。再往前面走的话，姚灵也要出来了，看一下这波姚灵能不能把无形带走。有点极限感觉。主要还是速闪，他抓大副的话，大副他没有切身技能，所以说比较克制。对，看看这个姚灵，去卡板，看看能不能让他反应不过来。一个姚灵，先率先哇，卡到，但是一个一刀过来直接带走。对，但是因为你要打姚灵的 QTE，所以你没有办法进行交互。对，也是一个比较尬的小节奏，非常快了。大副确實是快呀，有效果的。这一名的話，這個前期節奏確實不錯。但要看看這把的中後期的運營，因為求生者接下來3個可都不是善茬。主要是他閃現省下來，他如果技能沒省的話，其實對於求生者來講能翻，但是他技能還在，你不好打。你比如說這把有個古董商，你就算千寶萬寶，我這個閃現不交你，還是沒有26。看一下外圍能不能拿一刀，後面的氣象好像有動作。兩個人要一起來救了，都來了。速閃密碼機其實不着急，主要還是先把這個團打好。看一下，有的拉扯，一個小黑直接出刀，操刀很快。那古董商可以開始先來2棍，對，2連棍，前面這個位置可以到。個姚靈，哎，這個雲門，感覺像按錯了。對，感覺可以換掛。對，他不可能往臉上跳的。要再找的話也行，因為大副第2段表直接飛到定到了，而且這個時候飛過來剛好是個小白繩，還有閃現，大副這個表應該也沒啥用。再搖，但是我能通過你的殘影預判你的位置，而且甚至沒搖到。對。來看一下博弈，直接交閃吧，我覺得沒有必要閃，因為已經雙倒了，節奏很好的。要再閃嗎？蓄力刀，那就蓄力刀。倒了，應該是也可以，沒問題。另一邊已經把古董商摸起來，而且也給了暖雨，古董商馬上變成滿狀態。這個人往木屋一掛，密碼機肯定是慢很多的嘛，而且你上一波是沒有去開圈的，這波讓氣象過來把圈給開了。我強風頂上，無傷就把大副給賣了，對，沒問題。這不要陪跑嗎？要陪跑可以考慮後期打拉扯。這個時候你再保他的話，密碼機差太多了。對，而且自己也會掉狀態，道具也要消耗掉。是的。就看大副能不能把這個閃吃出來吧。很難了，他這個姚靈搖倒了。對哦。哎，小走位。可以。這個地方板區有個搏擊機會，哎，還是抽到刀了。他也站在板子的，就是左手，我們現在看的左手。對對對。你站右手的話，你下板你是會露出來的。是，而且甚至說你不下板的話，監管者有機會看。對，直接過板刀。是的。那這樣的話，先減員3分鐘的一個時間，不過密碼機差的也沒有那麼多了。而且剩下3名求生者，除了氣象掉了狀態以外，其他2名求生者都可以說是很硬。那這把他能贏，他的贏點就在於求生者他沒有回光返照。還能抓得到，對，有2個人都沒有，所以說他這個開門戰處理的點還是很多的。對，一把傘先飛到船下，然後交一個細魂直接跟上可以。可以消耗一下卡夢手裡的一個路易。他要等跳下去再跟。對。而且這邊這個時間點閃現還不好交。哎，他就是要騙，是沒有交道具，那是不是虧了？對。另一邊阿策是摸了一瓶香水。我們秒級差的也不多。看一下速閃的選擇是回頭，就是要守這台密碼機，想找一下古董商，再找一個吸魂。古董商手上有飛輪啊，這波要先交飛輪好。對，頂掉可以。要把這板直接拍了，因為你現在是小白嘛，你沒有控制。外圍要興起，他知道但你船海邊摸的話，就有人直接補大船了。但是大船要時間啊，過來哦，直接封住座位，直接帶走。主要他落地的時候就該提前交路易了，這個地方還是失誤了。那等於說這把是一個白板。說白了，木偶師在面對速閃之魂的一個應對狀況下，打的經驗還是少了一點。我感覺木偶師角色確實也挺容易失誤。對。這樣的話就等唄，等那邊隊友的壓擊，然後。壓好了之後，這邊澆香水再救。那這邊速閃之魂其實也知道，你臉上氣象這個人是沒有回光返照的。對，有人是沒有回光返照的。如果能打震懾的話，這把是有機會直接4抓的。看一下這波，還在騙，有沒有機會？哦，打出來了，控制震懾。那這一局對於突這邊來講，神一手啊！真神之一手。這手速閃之魂是對的，不停的搖擺，不停的騙。然後看你抬手，我大概猜到時間，我就直接出刀。沒有回光返照，是不是？我就說他能贏，就是虧在這個回光返照身上。賭到了，真的。他這個雲門過來，他這個人不一定救下來啊。看一下這個姚靈，還在拖時間。說實話，這個桃花鏡太極限了。對，有點極限。救嗎？還在。哎呦，還好。
沒有吃到第2個震懾，但是就博弈只要能迅速處理到木偶師，這把求者還是要輸。看一下手裡有或者閃現，不讓他去压機也可以。交一個反彈，這個閃現要不直接給了吧？摇鈴定到，但是有反彈，让他溜了。他也知道古董商是没有回光返照的，木偶师把7两现在木偶师现在能吃好幾刀。对，但是没關係，手裡有閃，還能再博弈，誰要去踢把9就抓誰。那等下木偶師去強開了，你怎麼辦呢？我直接繞過去強修，我這把只需要走1個呀。同學們臉上這個上掛飛的人不能讓他活呀。看一下這要怎麼博弈，10萬火急啊！這個江湖追殺令啊！因為另一邊阿策已經貼過去了，這把傘要交給阿策的。不能找他，因為找他，他再把古董商點起來，他又滿狀態了。可是怎麼辦呢？現在給到兔子裡面的時間又有點急了。感覺這個決策並非最好，對，並非最好。有機會直接交一個飛輪，再翻過去，那邊木偶師又變成了一個健康狀態。对，而且現在要處理這邊的氣場要花很長的時間。主要是什麼呢？就是這個木偶師他等下還能救人呢。對，他等下在你臉上跳舞呢。而且他說密碼機啊，這個時候赤紅已經上樓了，趕緊叫西紅過去管一下密碼機啊！3人肯定要沒有攔到人，而且手裡也沒握住。我的天，有點糟糕，肯定要被成個翻了。密碼機亮了。可這個時候擊倒阿策，兩名這1人1個門，疏散之魂有點管不及呀。不行，給我們解說台上2個吸氧機啊！我覺得得有點缺氧，說實話，這個後期有點缺氧，有點尷尬。那現在把這個人一掛，有機會3抓的4很難了。赤紅可以選擇直接過來給你爆了，保卡夢走。對，另一邊的門已經到70，這個時候我說實話，刀閃現，飛輪頂掉，漂亮！這就要一個彈射，傘已經給了，小門在點，這個時候甚至還有機會掏人嗎？一個豎刀，來不及，還好是一個速閃之魂的大長刀，但是痛失好局啊！這一局真神闪神出題了，神之一手呀！剛才那個阵是神力了，主要是年景的羊熟練度也很高啊，不容小覷。還好，這張地圖還好，這張地圖的話，對於求者來講還是有發揮空間的，因為它的那種一個點位之間的連板很多，基本上每一個點位。看一下，這邊是一個十字旋點，把咒術師這個角色放在了小木屋，然後大房站的是飛行家，那其實這樣的話天賦基本上就看得出來了。中場2個人要扛壓。其實我覺得玩監管者的時候，就是如果說對面4個人都很難追的話，覺得反而大腦就放鬆了，也不用找人了，我接到誰抓誰。來看一下年景，追擊目標其實誰都可以選，往裝走是可以壓迫一下這邊的一個木偶師，看一下木偶師好像沒有往他往木屋拉點，沒有往樓梯上走，感覺可以直接動他一手。對，先看一下這個身位。好像還有說法嗎？對，沒有注意到這邊的木偶是他們把這個板子給框出去，應該是就是讓他用不了這個板。還在找，他其實想找咒術師，換了一下再去找一下3板的咒術。對，就是想找咒術。看一下这個雙板區怎麼拉扯的，一個大龍，一個圍龍，對，把他趕到外面去，不讓他進板。然後小猴，這位置再轉一波視野，看一下，哦呦，這刀肯定拿不到了。對，是隔着一個牆壁的一刀，再框一個籠子，再把板區給框到外面，這刀有了。現在的話手裡原理差不多，可以不着急。往前走一走，我覺得他就得站在板子裡面，但他沒有办法那麼好框。对，然後這個時候你要框的話，連着板子一起框。對，你得站在2個板子中間，對吧？你要站在外面的話，他直接把你路給堵住了。要交閃現，其實擊倒速度還是很快的。對，而且新另外3名求者離得都很遠，過來的話要花很長的時間。是的，少修很多機子。好在說有逃脫大師，有逃脫大師能把人給往外調一下。那這一波的一個救援應該是派飛行家來了。對，也看到了。木屋機子也沒修，那2個人都過來，其實密碼機差很多。哎，但是他選擇2個一起來嗎？這個人跛腳的人的話，感覺沒有必要。要啊，對，2個人一起來反而還虧了木屋的機子呢。密碼機進度會慢，打一刀。年景這邊也其實拿到想要的了，就是2個求生者其實都沒修。是的。另一邊的話還從大房外圍走過來的，花了。哇，這熟練度太高了。他這裡還預判咒術師提前鑽過來，他在那等一等，看到咒術師這邊在拆籠子的時候，我再鑽過去給刀。對，你鑽我就不鑽了，你不鑽的話，我直接鑽過來秒給刀，這樣的話你很難反應過來。對，看一下這個時間有沒有極限啊，還是來不及。下一波其實還要看求生者能把這個壓力扛住，但是這裡通羈到了桃大師。對，獅子的這個距離應該是可以救的，但他就不一定能無傷救了。因為你本來如果說沒有被通羈的話，沒有被看到，你可以是利用被動來進行一個無傷救人。那這樣的話就可能有點困難了。是的，
看一下这波在外面打一刀，先靠近能打下来，打残，还是打到了。是的，这还能秒消龙子，再去处理椅子上的人。看一下，这是个双板，对于部长来讲，要把求生者架在一个单板里面。哎呦，抽一刀，但是这个猴没有攒到3层啊，还是没有压迫的效果。围起围龙，秒围龙，再过来那得交。 对，交大猴，然后把这个笼子给拆掉。对。可是说年金已经到2阶，所以笼子还有。哦呦！直接带走，熟练度太高了。是年景都没看，都没细看位置，就是判断你在我刀气範圍内，我钻过来之後直接出刀。哇，有種看神仙打架的感覺了。好，現在傳送落地，要找一下這邊的周末。 是的，這樣再一個圍龍交過來，差點距離，立馬補一個短龍。但後面的籠子可以拆，拆完之後你還是在我這個籠子裡面，把你這個路給堵死了，你看沒地方走。我還好，他交出一個大噴，然後鑽到另外一邊。到了，對，可以。密碼機其實差的也不多了，看能不能拉扯一下。直接給刀沒問題，現在願力稍稍有點來不及，不夠了，要等一等。現在只有10級的願力。但現在他剛剛看了一眼左邊，確定求生者2位的一個位置。 破位的方向都確定了。如果說能把周末秒在這個位置，求生者密碼，他甚至還在騙，他騙你我有願力，讓你的走位變得很尷尬。是，你看我還回頭走一走。是，如果說你這個時候要貼板子，我能夠直接一個回頭起龍。他假裝這個越龍，然後要秒你，讓你的身位變得很差。對。 再交道具，但是還是被跟上啊！叫另一邊雷去破最後一台密碼機，然後外圍的是半狀態的獅子。那可以把人給掛到那個方向去，再守這個密碼機，誰修我抓誰。因為手裡還有願力，可以消耗道具了。開始，我說啊，這波可能得讓獅子來救人，就得讓這個木偶師一直頂着密碼機壓力，因為他肯定密碼機優先級大於手椅。對於年輕來講，肯定是要守密碼機的，守密碼機才能消耗出更多的道具。哎，這一個越龍過來，反應很快，交出路易。哎呀，再回頭，要怎麼說？再放龍子再回來，想打，這邊交一個飛輪，但是身位不太好。對，而且暴露自己的天賦了。哎呦，被打。既然交了飛輪，加上化險為夷，就一定是沒有回光返照的時候。密碼機馬上壓好啊！太好開呀！沒有回光返照的人，年景是肯定要壓制的。他這裡想多切一會兒，攢點願力，然後我再掛，把你掛的離門遠一點。對。 說能不能我在你這個壓密碼機過來救人的瞬間，我把這個手椅的手機的人給抓了，還真能。那邊是一個上掛飛，現在很尷尬，求生者有點面臨剛才那把火影村速閃那樣的一個局面了。現在木偶師最好的選擇是不要密碼機壓好，但是有一個上掛飛在臉上，而且他沒有回光返照。看這個籠子，這個籠子如果能抓到直接動你飛行家，來得及嗎？過去衝，媽的密碼機沒用啊！你就算你能開，他又起不來。兩人開門戰，而且手上有傳送。 這把還是要多抓。年景看懂，年景看完上一把他看懂，看懂了，他知道怎麼樣處理了。對的，是。既然沒有回光返照，而且還上掛飛，又在我臉上。這樣的話，交一個圍龍，直接找他的是。不過這裡是有地窖的，能不能說創造一個奇蹟？看一下，我覺得這個時候那邊點門，然後他走地窖。這個霧還有一段時間，但是馬上要掉了。下板確定這邊也是漏了位置，3抓有機會。 應該是穩3抓，但是4抓的話應該是哇，把路全封住。但是這邊另外一個門已經開了，只能一直在這裡堵着他大師。等等願力，然後願力先去封路，不要封人。他也沒飛輪，他也沒道具，他只能在這傻站着。鑰匙開了，用籠子去把右邊的右側路給它封起來。對的，他只要把這個選手一直關在籠子裡就行。 不要讓身位，他可以不過去。回頭擊倒沒問題。這樣的話，抓也是拿到一個穩穩拿上一個3抓。哦，這把對於年輕來講，主要也還是最後的思路處理太好。他其實就是通過博小羊這樣一個特性嘛。我在你過來救人的時候，你那邊半狀態壓機，對吧？那我直接過去把你這個半狀態的人給你吸回來，或者說我這把的話，因為你有可能找不到這個入殮師，也是，就我追入殮最好。那如果追不到入殮的話，我就得去考慮抓這個雜技。 是說弓箭手也得考慮一下了。這把棋他甚至在堵人，那說實話選右下角誰都沒堵到。選這裡感覺有點毀了。對，要去追雜技的話，你看求生者這個選點感覺頭有點暈。我覺得真的還是會考慮補左手。來看一下兔志明這邊是往哪個方向走？要去大房嗎？應該往中央方向走吧。是的，直奔大房。大房了，但是選擇是騙你一手，給你個假信息，從中場再調出去，干擾一下2個人。
木是選擇直接頂壓力修的。从這邊的話，他要起一個16了，直接翻窗，但也不知道自己跟建悟空沒中。哎呦，那这有點傷。對，這個固定靶按照道理來講是能中的。是的，不過還好，他是雙飛的，所以說前期的一個牽制呢也沒有那麼大的壓力。對，而且手裡的話還有秘弩，他有個板彈的，他前面可以拍板直接板彈，在這個位置那個格局不好架他的。對，直接命中核心可以拉到大門，然後這邊有個阿策入殮師看過他，那就沒關係了。對，被追了就被追了，這邊就可以開始單獨牽制了。哎，這兩個交一回送有刀，再交一個飛輪後跳嗎？秘弩沒中，再搏板，哎呦，秘弩沒中，同時還把龙骨弓交掉了，好像。倒序交的很快，但是效果一般。直接秒了呀！小燕在抓，真的有點緊張了，感觉。有點緊張了。但是有入殮師，看一下下一波救援怎麼樣去考慮。佣兵先套個化形人，然後盡量拖遠還好，他16已經吃閃現了，其實對於監管來講呢，還是有問題的。因為我等下佣兵把這個人一救，入殮師在大房2樓一畫，起碼又拖30秒。你這個局勢，你雖然說密碼機很慢，但是不一定能4。對。看看拖佣兵能不能抓住後續的一個機會吧。但是這把是有機會多的，多抓是肯定是有面的。現在看一下弓箭手這邊怎麼樣操作了。手裡還有一個秘弩，哎呦，抽刀了。那直接往大門角落裡倒就行了，啥也不管了。等着灵柩反身，然後看這個秘弩能不能再牽制一下了。對。他們其實還有一招，就是現在可以有一個人他不修機了，他就去大房幫忙卡個2名，然後弓箭手偷偷走。這樣的話，因為你格局過去你不一定來得及嘛，然後你只要這個2名第一時間沒找到人，你可能這個人就要丟失了。如果說你只讓弓箭手一個人反到那邊的話，他遲早會被找出來。對。來看一下這邊2名沒有去卡，那應該那就選擇把他賣了。對，因為弓箭手16其實溜的不算好，還那可能還要補狀態了。對，修的也不算多。就其實這裡可以上面有一個人幫他蓋腳印。對，腳印可以給一個虛假腳印的。對，不過也沒關係啊。起碼如果反出來之後，你這個節奏就沒有那麼好了。那我3個人在外面修機，你這個人哪怕就被追了、被掛飛了的話，密碼機差的也不會特別多。後續你得處理的快一點。說赤紅手裡秘弩如果能發揮出作用，還能再溜一溜的話，這局還有一個真平的面。得快一點處理。看一下回直接回到板口，這個板子不要被抽刀。哎呦，還是被抽。第2次被抽到刀了呀。对，因為他這裡如果沒有被抽的話，踩個板，他們秘弩偷掉還能再翻窗，能又多拖10秒鐘。而且這樣的話還給到兔子因為很大的一個壓力。邊上還有一個路過的卡球，他想要在這邊讓你掛人掛得慢一點，拖一點時間。但這樣的話，感覺這個3-6不是特別成功吧？密碼機現在還是差的有點多。大門排一下之前這台修過密碼機，但是沒有人碰過，確定這裡是沒有人來光顧過的。現在最好是直接找出傭兵，就不僅說能打他的狀態，而且耗道具，一直耗道具。對，因為你半狀態傭兵，你不可能不交道具的。如果說開門戰的話，把傭兵耗成一個白板，那這局對於兔子們來講，多抓機會還是蠻大的。這裡的話就抓傭兵，抓傭兵收益是最高的。看一下給到一刀，而且他護腕還被打斷了。這把在瘋狂的打斷道具啊！直接交傳送，掛人想要抓入殮師，入殮師是一個純白板，它不好溜的，木屋也沒板，轉出去，這個點位應該差不多是要吃一刀，然後轉出去。小短板，哎，哦，還行還行，但你不敢翻呀，你只能吃刀再翻了。杜振明感覺手感起來了呀。割据的話，对他來講還是一個舒適區。我這個3板的位置，你還是要踩板。這個位置翻板在博弈，下的中間這塊板可能要倒地。那這裡的話有風險。哎，我再回翻。對，但是還是劣勢博弈。哦呦，阿策這個人能力，哦呦，這麼帥，什麼意思啊？真的小短板在博弈了2回合，然後入殮師都占到便宜了。感覺他開了爆發，入殮師。一直頂角快翻，只能說對板區博弈拿捏太好了，對，為隊伍爭取了很多時間啊！傭兵都起來了，最後一下密碼機也在破译，傭兵的點位也很神秘。先守密碼機，不能再管了。是，卡蒙這裡的話，他畢竟是一個滿狀態的雜技，他要去抗壓的。最好是什麼呢？讓那邊傭兵救人，然後能補狀態。
如果說你交回速呢，那这波我就可以直接修了。还在赌点位，但这样的话是能无伤救的。到脸上来了，甚至这个时候不第一时间救，第二时间救，很快。哎，但是你看，你想一想不太对，还得回去干扰密码。你挂入殓師，然後給他卡半救，會發生什麼事呢？接下來又有一個多了一個靈救呀。對，求生者後期又多了新的有生資源了，又多了新的資本了。現在交一個土球在減速，我知道你現在手上已經沒有閃了，切過技能了。對，卡蒙這個位置可以帶離一產機，甚至他要省飛輪，他們還有想法，還有機會的。你還真別說 ，GR 他們這邊想法很多。但這裡感覺不能省，不能省了，不能省，你追太深了。對的，可能想傳送回去吧，這裡。求生者這裡如果說選擇補狀態的話，你就有點炸了。兵狀態摸滿了呀。打一刀，右邊在修，入殮師選擇一個大繞。得掛了，得掛了，再不掛的話，這波傳送太有風險了。殮師直接起了一台新的，也可以。這樣的話，這個戰線時間會被拉長很多。對，而且傭兵的話，這個點位不能被提前排到。其實我說實話，我覺得這波可以怎麼打呢？讓傭兵先修機，然後入殮師他不漏嘛，對，他過來，對吧？你傳過去呢，我就救人了。他們選的是新系一台，這樣也行。你守。對，其實這樣打也行，但這樣的話，無心的狀態和道具就要保一保了，因為他是沒有回光返，沒有自癒了，沒有絕處逢生了。彈，這時候想抓傭兵的節奏，密碼機修到50。這裡是沒有任何板區的，那打完這一刀之後，雜技還得回來，他不能再去外圍了，他得過來準備去卡傭兵了。但傳送這波還是有決勝機會的。懂了，他要賣入殮師，然後讓雜技修木。對，他這個時候就是選擇果斷走一個的打法了，因為入殮師這邊的話有靈救，他能自己撐。那如果說他撐得久，還有機會拼；撐不久的話，我們就走了。對，就走一個，對，也可以接受。看一下短板博弈，剛阿策很秀，現在還能再修。哎呦，沒辦法，這個短板太短了。對，但沒關係，你掛人的話，我就再反，然後我是有回光返照的入殮師，能吃到。強修，傭兵到時候也能起來，這把走一個應該不是什麼。主要是你這個傳送還交過了，我甚至還有平局面，傭兵的離門太近了，直接選擇亮。看一下來得及嗎？哎，但是這樣亮的話會伏筆一個化險為夷哦。對啊。但是無所謂的，要先傳送交也行，反正你傳送交了。是說這樣的話還要偏平？其實我感覺就是先反，然後再開。對。然後你能讓入殮師他起碼能拖15秒。但其實你看現在門也夠了。對，就無所謂。其實這個其實如果說他有技能的話就不一樣，他沒有技能的話真的就處理很快了。因為求生者明確知道你剛交完傳送嘛，所以這樣呢保到了一個平局，那也是可以恭喜 GR 拿下了本場比賽的勝利。對的，一個很漂亮的2比0，雙向奔赴的一個2比0吧。自己連得準，追擊能力是很強的。對，而且你看這個陣容，他其實4個人，我個人覺得都是可以追的。追守墓的邦邦，我見得也挺墓碑。邦邦呢，前期反正都還是要被拉一回點，攒雷嘛。而且守墓這邊的話，其實也是要小心一下，因為本身那個位置地形的話是不太好牽制的。是。而且它是一定帶化險為的那個嘛。對。好，看一下的話，是沒太往紅毯的方向去啊，想去中場的附近，也是看到487直接拉點拉出來了。那這樣的話可能會拉點導致干擾隊友破譯比較多一點。應該中場還有一個教授。哦，抓教授，因為中場這個位置比較好拉點的，反而很有可能是寫在第2個化險為夷的位置，也讓翔夢夢這裡是猜到了。那前期因為一下子是有2個人沒有在破譯啊，所以說密碼機會慢一點。教授除了有個小被動以外，他的鱗片對邦邦是沒什麼太大作用的呀，還是比較被克制到的。那這邊的話連雷都沒有連到，哎，這裡應該要炸一下。把被動給炸掉，那雷不是很多了，這個20很關鍵，能不能炸到？飛輪在躲，消掉了。炸到的話，開個1階出來，再遙控炸一下，就可能半狀態，一會閃現就斬下線了。周叔是直接肉身來卡位，對，讓你再吼一下，不給你2連。那這個連雷確實是稍微慢了一點點啊！哇，現在還是個滿狀態的牽制。是，那這樣閃現直接開出1階以後有個遙控雷，手上雷不多了，下一個要用5秒雷來壓制，卡住他的一個點位。2秒雷，再來一個連雷，炸到了，遙控雷可以收走嗎？走位。好，那多吃了一個實體刀。對。教授的話，你確實他16啊，哪怕就是沒頂到傷害。他45秒的冷卻，你16很難再溜出來一個。
对，溜出來下一次的一個領片嘛。不過我們看密碼機的話，其實對於教授來講已經是牽制的很長時間了。是的，接下來掏個化險為夷。但這波救人也比較關鍵啊，因為邦邦的手蟻嘛。上次吃過虧了，這次得果斷一點了。真的，你這個安心的效果你一定要發揮出來，對吧？你得敢扯。哦，怎麼說？扯下來了，沒雙倒。那看一下這邊教授的話，就盡量先帶走墓地這邊的一個密碼機。但主要紅毯這邊可能也是一台，也是一台遗產。我覺得應該大概率去賣了。就反正我倒到一個地圖邊緣。對啊，現在救人只有風險，沒什麼收益，差台整呢。而且下來也不太可能說再去進行牽制了。啊，咒術師應該是把守墓人摸好，然後3個接近滿狀態的人去打一個拉扯運營。畢竟這裡閃現也已經吃掉了嘛，技能是 CD 是能算出來的。然後小明的話往這邊稍微的壓一壓，給點耳鳴。除非香霧嘛，現在就是壓得太出去，給到機會。小明這裡反正有鏟子，他可以給點壓力，不給你太早的去進行一個壓迫走位。487那邊也是趕緊去補了一下遺產。對，最後一台讓魔術師再修一台。好，掛飛，只能先去追一下這個守墓人了，其實他的位置還是比較遠的。這局這個椅子上沒交雷，還是有點沒起到效果。但也同樣是賣了嘛。那小明這裡下個板，下個鏟。那這是一個滿鏟啊，其實時間的話還是能拖出來很多的。對，可能霞雾們想的就是我一會兒技能好了，切個傳送去傳守最後一台。哦，有爆點。主要這兩個人的話也都是個滿狀態的跟滿道具。撞臉了。不過還好及時拉開了。這個交互點不敢交互，憑你走位。飛輪躲掉了，哇，5顆雷全都空掉了。是。這邊再一個魔術棒加速。哦，炸了一下，那多一個加速。哦，終於炸到了，那手上雷也不多。而且現在已經帶開了中場這個距離了。先給一刀。技能還在手裡，但這一波應該是用不太上這個技能。而且中場那台也有人在補啊，所以說其實現在密碼機對於求生來講是夠的。這個2連炸倒了。咒術師在臉上，但手裡沒猴，應該是讓守墓人壓擊咒術師卡滿救，反正有回光返照，對，能壓好救的。像我們怎麼說，老老實實守野，還是想去守一守中場，守野吧。但是就是這種多刀型监管，最怕的就是跟咒術師打拉扯、打運營。对，因為你就炸着炸着，他的猴又很多。对，他本身也在吸嘛。打也不是，不打也不是，像個刺猬一樣。487也不急，直接扯下來了。而且魔術師本來就有一個被動，也有回光返照。是的，沒回光返照那已經飛了。所以說密碼機好了，應該是故意吃雷。哇，攢了非常多猴啊！而且手裡的飛輪剛也一直省着嘛，是，所以現在是不好處理這個咒術的。這裡就有地窖，不過貼門的話要過一會兒，因為壓的是中場密碼機。3連雷沒命中，架死，這個位置還是躲掉了。遙控雷炸到了，閃現在手，直接被打到了魔術棒，然後這個時候再翻過去。對，但可惜好像門的話，因為兩邊也是分開點的，所以說不太夠。是。那現在西安木木肯定是要把他架死在這裡啊！對，我就針對這個魔術師了。3連雷，終於炸倒，就也知道嘛，你咒術師外面又有猴，是吧？守墓人滿狀態不會給機會，所以大概率就是個平局。他交閃現那一刻，他就沒有想過任何去追勝的方法了，就是想把這個魔術師鎖死，給他摁住保平。那最終一個平局，雙方都能接受吧，是吧？西安木木這裡是賺起來，對，畢竟你打配合 OK， 配合到了是有收益的，但是你也是消耗道具啊，你是你也要花时间过来嘛，用掉了後期的一些這個容錯啊。因為這樣的話，如果說我率先淘汰一個人，你中後期有一個人是沒道具的話，其實很容易成為我的。你有沒有可能是個3連的咒術師？但無論如何，其實守墓跟咒術來講的話，都是歌劇前期比較想去追到的人了。哎。而且追守墓也是像我們講的，你把救人位先給悶掉，他可能後面就沒有。
果然的话是冲着中推這邊枯草的一個守墓人就去了，這個趕路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。啊，這裡下好板子，趕緊下鏟。不想騙紅光，給他一刀，該踩還得踩，應該是帶了一點快踩的。稍微判斷錯跟丟了一下，對他那個位置，不過大概也就是圍繞幾塊板去轉點吧。是。一個回速。紅人主要下鏟也有移速加成，他就同一個隱喻，他就重複的在那裡兜圈子，讓你沒辦法快速的不同的隱喻拉近身距。啊，這邊的話現在是有一個道具的真空器啊，而且前面的板子是被處理掉了，現在是应該要拿刀了。刀，但下一個鏟子也續出來了，應該再找個安全的板子，一下以後又得蹲鏟了。看一下這邊跟上，不想給你去另一個板子的機會，直接反繞，拿到刀，閃現在手也回速。看一下能不能把這個閃現給吃出來。哦，吃出來了。那確保悶掉一個化險為夷。接下來守墓人也沒2次牽制空間了。其實整體的追擊節奏來說，我覺得是很賺的。對，而且這邊還有一個地下室啊。地下室。救人的話，可能要耗費你更多的一個狀態跟道具了。是。气象學家本來的一個中場密碼機，現在是稍微停一下，先跑到一個比較好去進入到地下室的點位。有沒有可能他們就不想救我了？因為你畢竟把閃現吃了嘛。對。主要是救下來你是必定不可能溜的，只是多拖一點時間。還有可能雙倒呢。對，這個雙倒概率是很大的。所以乾脆就是卡着，拯救價值真的太少了。你說為了下去套個化險為夷，確實能拖個20秒，但是你受傷了，你摸個人也得20秒。對啊，而且你還得等你的20秒結束才能摸呢，這個可能花費的時間就更多了。那寵愛這裡也大概能猜到了，求生者想賣，現在迫切的想找一個人追一追，壓迫一下。对，但求生這邊的話，其實是不停的變換位置去給到你這個耳鳴的，所以說你不管怎麼排的話，都沒有很確切的追擊目標。可是這一波的話，其實你看啊，皮皮蝦一直在跑，包括木偶師也在給一下耳鳴，若即若離嘛。2個人都沒破，椅子上1個人，整體賣人的收益是很小的。對，就雖然說保住了狀態，但是密碼機的進度並沒有拉多。那也是看一下能不能排到剛剛卡到耳鳴的一個木偶師。哎，這波18小腳一狗，一直在藏腳印。其實剛剛寵愛在中場的時候有看到他的一個腳印的，我就感覺現在寵愛像個呂布一樣，誰能與我一戰？但是根本沒人應他。對，他現在就很想讓18稍微硬一下啊。18其實在後面偷偷觀察，然後看到他越來越遠的話，跟隊友一爆點，皮皮蝦那邊的話也開始相同的戰術嗎？哎，一狗帶6。是，反正我玩道具嘛，對吧？你碰到我，我再開始跟你牽制也是可以的。這我就得說一下了，這個，反正我不帶，好吧？這個掛件我不帶，就感覺能幫求生者藏住。哦，這邊拿到了一刀，也是自己的2階。那紅毯這個位置，我們開局也說過了，確實隱躍起來是很舒服的。對，而且強風是小短板，轉不了點啊，就可能在這邊還得架死。倒了，也是省了自己手裡的一個道具。倒了一台小遺產，但是外面的密碼機，你看，對，通過這個狗點，然後包括後面的一個破譯運營。已經快壓好了。是的，主要還是中間的真空機，自從掛上守墓之後，我就再也没有可追擊的人了。就跟上局一樣，又是咒術師來救，咒術說我不救，我不救，寵愛說你快救，別吸喉了。來的話肯定很想逼他，那這樣給到一刀，身上是2層喉啊，不着急亮。先讓氣象找一個好位置，然後咒術師能牽制的在大門頂壓力。那他要小心的話，現在監管手裡是有閃現的。所以說盡量還是往遠去拉一下。我一下沒電斷隱躍，那這樣飛輪大空地這猴也沒用啊。那就多拖一會兒嘛，然後往角落去倒。掛的9，因為他們確實還沒有貼到小門。那追身面來了。對你手裡是有技能的。也不好說。就木偶師這個能頂挽留，他是比較敢卡的。你這個船。有個影子船，還得看小門的這個人。不過這2塊板一下的話，其實你還是要去處理的。而且手裡還留了一個道具啊，有個回速回到這裡聽耳鳴。
再往小门趕，小門来得及点開嗎？哎看到18了，对，那應該還是平局。哎，不好說，這裡18能到嗎？他能頂一刀挽留，但是頂不了2刀啊，有個彈射。對，哦，那這邊吃一刀的話穩走了，穩走了，穩走。就這一把成都 GG 打的寵愛很難受，就是他已經是如入無人之境了，誰大不了我就同冠過去給你吃一槍，這槍早晚得吃。對，躲來躲去還不如直接硬吃了好。而且你在這樣的一些比較空曠的圖跟雜貨上也不太好去拉開身位的。會有一個配合的機會嘛，不用說我去進行一個很大的跑圖再過來幫你。啊，是的，有個選擇嘛。你看一下，看一下宠爱的話是衝着鬼屋的心理學家就過去了。PB 張離站台比較近啊，可以去幫忙點一下站台。直接往起點硬衝了，就是我可以吃一刀，但是我坐這個站台就很舒服，坐這個車。在你前期吸藤蔓的話，你的移速也會變慢嘛，所以說我就直接一股腦的，還是不太好躲，那就吃一刀看一下能不能上車。应該就是有人已經點過了，趁你移形還沒好。對，我先拉開一個位置，等你移過去都不一定能看到我在哪。哦，沒點，這次看得真真切切了。那就在這邊博弈一下，從哪邊下車？他可以在你翻窗的落地點放一個。那你落地以後有個禁錮，再來一個藤蔓，但有個板區能咬到嗎？咬不到。我身位還是拉不了太開。有飛輪，不過密碼機的進度再來個藤蔓，飛輪可以擋的，其實。只要被命中了就來不及了。是，移形再趕上，封住交互點。飛輪進點，這邊的話直接開一個門再炸一下。對手區域要到了，也算是接近3台了。对的，主要是隊友的話也沒有說花時間去跑到站台上嘛，所以說他們的一個破譯的效率是很高的。这個位置要用，看一下給他換到了獅龍的一個位置啊。哎，也是強行的給你多增加了一點座椅時間。對，你本來18這邊他就是有帶回光返照，而且他的密碼機能亮。我這邊換過去你救的話，救人位就直接修。哇，這是一個非常精妙的操作。它是什麼呢？一個懸停打斷了一下寵愛的一個動作，然後立馬噴了一下過來把人救了。是的，就直接完成了一個無傷救啊，感覺打得有點寵愛這邊措手不及，人都已經下來了。那既然我虧了，那我也不讓你好受，我把你密碼機鎖住。這邊下的話也是倒到了角落裡啊。就這樣看下來，密碼機是差不多有機會夠的。而且本身 PP 蝦它是有回光返照，接下來無論是逃脫大師救還是空軍，應該是逃脫大師來哈，它是有一個化險為夷的。現在2台密碼機都已經快到一半。這個角色他其實第一次救人可以做到，哦呦，嚇他一跳。我本來不是有模型沒了，對，我本來不是藏着的嗎？這邊也是放一個迷煙爐去拖一點時間啊，這邊一個受擊加速。我傳送過去來得及嗎？應該但他還是來救，對，而且還扛到了，這樣很危險，因為你開門戰沒技能，對，交掉了。而且萬一皮皮蝦這裡活到開門戰，那4人開門戰就是個穩多跑，直接一個迷煙爐，說密碼機的話，封閉你的一個視野，會有點極限的。不過皮皮蝦自己進入到了一個板區，直接開拉，這裡拐角。利用這個樓梯去擋了一下，而且高低差把碎石也怎麼說？95、96、97、98、99，亮了飛輪，拉升區。走位再躲一下，這個板子能博弈一下。這邊的話有一個藤蔓封住你了，但主要是對現在的話你是沒有技能的。另外一邊好像門是馬上要貼到了，馬上點到。對，2個藤蔓。但是藤蔓跟藤蔓之間它有冷卻，而且好像是來不太及了。空軍有把槍啊，是，對，過去還得吃槍，有點攔不太住了。
6、5、4，那来不及了，一定来不及了。就现在，哪怕已经到起点了，还得吃一杆枪，对，又能点个完了的话，对。那最终就是一个3跑局。真的还是他的一个依次牵制嘛 ，PP 侠这边已经是做的比较快的。格局就是成都机器第1回合賺來的東西。這個圖也比較適配嘛，月亮河公園。這裡格局是選在鬼板，直衝鬼屋的一個飛行家去。病患雙彈飛輪在終點等着，誰能與我一戰？哦，不跟你打。直接進入到鬼屋這邊的話，飛行家他可是只帶了一個化險為夷啊，沒有任何的牽制天賦。那就必須去想辦法。哎，你找錯了一點點方向，以為他往左拐了。很容易先入為主玩監管。對，因為確實有很多求生，他會利用旁邊的一個旗幟去遮擋一下視野嘛。簾子啥之類的。對。那這裡小天，哦呦，被騙到下板，直接一個懸停，但是被滑梯卡住了，沒有辦法拉開更遠啊。那這樣的話，看一下能不能去找一下487這邊的幫忙，因為他是摸了一把槍的。是，但是這桿槍開下來，我覺得是換抓487了，除非兩個人一塊坐車走。好，但一塊坐的話，我手裡也有移形的。對，其實可能下來兩個人還是都很有壓力。對，而且你兩個人做的話，密碼就會慢，對，非常非常慢。有兩個人在修，哦，這邊要交移形過去，交過來，好哥們兒一起走，從起點走到終點。這一波還有個飛行器，哦，但直接跟得太快了，這一波神距上來不及。對，這個擊倒時間實在是太快了，密碼機只有1台多一點。下次的賽前喊話就是小天上來喊，請求刪除滑梯。西亞霧墨說我不同意。已經給他們想好了是吧？小劇場。那這樣的話還悶掉了一個化險為夷，所以說只能讓傭兵過來去套一波。傭兵的話已經在帳篷裡去卡好這個位置了，而且幸運兒他現在摸了一個機械傀儡，只能進行破譯了。他唯一能幫到隊友的信號槍已經用過了。對，後面其實他也是最好要消失掉了。對，節奏就很難再去有什麼太大變動了，就更多就是看小天自己。哦，一個隔窗。這個飛行器應該是36的時候用，但得看一下能不能給這個機會。487那邊又摸到了一顆橄欖球，先自保，就誰能拒絕一個有球的機械師呢？我可以把娃娃先放在那兒嘛，如果後面自己可能會被追的話，我手裡至少還是有道具的。那這一波看一下是誰過來去壓一下，因為傭兵是個半狀態，哦喲還被通緝到了，不救了呀。但這裡西亞霧墨可以直接往外逼一逼，而且他手裡的技能也快好了。這個娃娃還幫忙修機，傭兵還是該給壓力給壓力。對，他現在最能扛壓，但是你這樣給我壓力，我直接選擇逃避。主要是另外一邊確實掉到了這邊，是有人想過來去救的。果凍再救一波。那這裡看一下小天能不能再用自己最後一個道具多拖一點時間。一個影子放在那裡。裡面那個地形還是玩了很久的。對，道具交出來了，飛行器，但是交完以後倒了呀。哦，就沒辦法。不過至少已經牽制了很久了，相當於多套了一個化險為夷嘛。對。那病患這一波得躲起來，得找娃摸。病患也去找娃娃摸了。哇，這個傀儡，機械傀儡太有用了呀。是的，也沒有耽誤自己去破譯嘛。這樣的話，外面還差一整台。小明站出來牽制。道具的話，其實已經被耗的比較多了。對。這護兒哦，得留一留了，得留一留。死抓，那可以交。看一下短板博弈怎麼說。還是交出來了。交了多拖個10秒吧。主要是因為他們最後翻到臉上，最後一台他得傳跟上，他沒必要掛傭兵，掛傭兵外面一定有人救，或者說他其實想的就是保平追勝，他開門戰留個技能就好了，他並沒有想着我這一把必須要4抓，如果他衝着4抓去，這波不掛傭兵直接傳起點去殺這個487。
那这边的話椅子是被做掉了，所以說哦，又放下來再傳，那還是有這個4抓的想法。這個節奏是允許的，因為密碼機確實不太夠。對，他要站住最後一台，逼求生者多秀，而且逼求生者一個自愈。飛輪有點失誤，但是斷掉隱月了，還有半個球。西安沃夢現在很着急，很希望快速擊倒487，打亂求生者節奏，不然病患在外面修機，然後這裡上移以後再來救人就行了。對，他只要讓佣兵先自愈嘛，等打個最後的話球有後搖，直接不不板了。不板，那溜不动了。新修那台修個28，得提前貼過來救，然後佣兵自愈以後再去補那台。而西安沃夢一定能把這個傳送在看門站前拖出來。而且有一個手椅攔截，病患他可不是飛行家，他需要有屏障才能飛。攔到的話是救不了的，因為那台密碼機前期壓不好，還要過很長的一個時間。看這個攔截，哎，看到了，已經看到了，提前交，那可以再深追一下，一個回速在鬼屋門口攔他，要回嗎？不回，怕你卡2樓。那這裡要給一刀了。那現在看起來密碼機確實不夠啊，應該能救，能救。對，能救，但救下來的話還會有人上移。卡到了這個半，但擊倒病患可以再把病患給掛上啊，因為半狀態的幸運兒是沒法救這個人，你只能吃這個回光返照救。有回光返照應該無所謂。但同樣的這一波，只要吃回光返照6的話，兩個人都在臉上。都在臉上。哎，但是他是先救下來，兩個人再吃到，這就不一樣了。這個回光返照加速吃的結結實實。對。那病患來到站台上還是能牽制很長一段時間的。對，飛檐走壁不好抓，雖然門也沒那麼快貼到，沒道具了，影子也留好了，就看這個小短板，快速擊倒傳過去就有3抓滅。這裡還在博弈。我有波動，掛人那來不及了，掛人是肯定能平了，走地窖吧？哦，好像是去往地窖了，幸運兒去往地窖了。但是去地窖的話，病患他不是一個掛飛，還是會有去排他的一個機會啊。哎，他去救人了，救人去了。那西安沃夢應該也已經意識到了，他得趕緊往回防，不然那兩個人救下來的話，還是車也開過了。對對對，應該還是兩個人分開走，至少能攔到一個。果凍趕緊往遠跑，就你得抓我，你不抓我，我衝終點門去了。然後487這裡可以考慮點門，那你抓487，病患就可以去終點門了。對。哎呦，這裡忙中難免出錯。我覺得他回速還是想兩邊都去趕一趕試一下。他想把病患擊倒，然後把幸運兒卡在起點才有3抓滅，因為平局對於他來說太難起霧，他還是想多爭一爭的。但現在來說，果凍也不好擊倒，然後起點門已經點的差不多了，最終應該病患吧。對。地窖也不在這兒嘛。哦呦，還能翻！果凍的心態是很好的呀，這種高壓局他也能扛住。哦，還能翻。還能翻，有表都來了，想扛刀，打到了佣兵，因為你沒有挽留了。幸運兒也可以扛，幸運兒先卡住你的影月位置，是那個毯子過來，這刀還得扛。哎呦，打到了病患。這狼隊的血性給幹出來了，想打佣兵，但這裡8秒怎麼能走？也能出去，對，就是防止你再過來去給我一些其他的壓力嘛，應該沒什麼說法了，沒辦法了，對，除非刚這邊的一個點位打到幸運兒或者佣兵身上。這個平局其實打到後面還有點刺激啊，因為其實能看出來，西安沃夢也可能想去爭一個平上的一個得分。像雜貨商登上比賽的時候，我就覺得像是一個類似於使徒的保平追勝角色。他感覺比使徒的一個上限更高一些，但是機制有很多點跟使徒很像。对，也不怎麼怕 OB。對，怕陪跑就是。但陪跑是很多。看他，畢竟他前期你不處理他，他後來就是像我們剛剛講的嘛，就陪跑了。勘探這個角色太簡單了，就是你特殊的一個操作空間，
開局50秒的時候，就是2個磁鐵，1個飛輪。看樣子是想衝着逃脫大師下手啊。而且這個位置他也能壓迫小天。對，小天那邊也不敢貿然的去進行轉點，還得在後面苟一下腳印。哦，但其實最後這一波、啊、這2個人都害怕的同時，突然來抓果凍。對，那果凍今天狀態其實不錯的，前面短板博弈能看出來，封住你的窗。前面還有一塊板可以玩啊，所以說果凍前期拉開身位還是比較舒服的。是。而且本身在虫群上嘛。準備了，藤蔓發動。找一個比較空曠的角度。還不交嗎？交了。要有一個大角度，哎，咬到直接有一刀。因為這種空地球是沒有可能躲掉的。就只能利用一些拐角，但監管者如果預判你要躲拐角的話，他提前有個大角度。哦呦，這波。想要去困住了，直接有刀震懾。這邊是一個雙保險，反正我移形過來給你兩邊的壓力。如果說你第一波反過來的話，我這邊還是有藤蔓。是。那這樣很快速的一個擊倒，而且開局逃脫大師跟這個小天那個氣象的走位是重疊了，那邊都沒密碼機，所以修得很慢。他們也是只能有一個人先去修。好，這邊迷煙爐，但是捆住了，那這樣的話是會進行一個逼救。要受傷。我小明還是想盡量去拖一點時間的。就血線還早嘛。不過現在是会有點極限了。穩定炸一下。要過半了。哎呦，掉了一個比較多的狀態。是，但穩定就下來了。果凍這裡其實對這種空地藤蔓是一點辦法沒有，沒飛輪的話你就沒操作空間，虫群也起不到效果。看一下487要來，倒個角落，但是他有吸一下椅子啊，有重金之托了。又加自己移速，又加自己气球刀，而且这個防眩暈的一個效果也是很好的。而且自己也攜帶了這個成癮症，不怕呀，困獸也在。吸下來又如何呢？恢復的很快，哎，扛到了，那就不一樣了。是的，再来一個，可能還要再給你吸一下。等你拉遠，再來一個長吸。哇，這個就很痛了。已經是一個非常完美的 OB 了。而且這個藤蔓一定是捆不到人的，只能說我就趕路。對。虫群這波不能省了，直接把它堵住。哎，移形被這個迷煙爐擋住了。那這個地方有點壞起來了呀。這邊是想去追一下小明，對，但小明的話是沒有上過掛的。他自己可以把自己用逃脱術挪到中場，讓氣象好救一點。氣象還有個化險為夷。對的。現在其實但是如果要掛地下室就沒法挪了。对，可能像乌夢也是前期追擊的時候注意到這邊有個地下室。這地下室要是能挪救人為 Top One 啊，那就不選什麼別的角色了。對啊，完全不用考慮其他的。好，這邊也是趕緊貼下來，因為貼過來，幸好有化險為夷，這沒化險為夷還兩個人出不去。對。打椅子了，還是無傷。再一個強風，甚至還能給他活。無傷出去了還。但是有成癮症在，也控看能不能扛这一刀沒有扛到。不過沒關係，他自己帶了一個彈射，先彈出去，保證後面不會再掛到地下室裡。那小天野還能再救一波呀？是的。不是一台密碼機。現在就是有3台密碼機需要去補，可能最後一點還是差木屋這裡。對，應該是最後讓勘探員來救。小天直接去補了，不過謝烏夢也是想着掛到遺產去，我先可以先把密碼機封一下。对，鎖你密碼機，你只要這台亮不了，外面始終差一台。那487知道你要保平了，那我乾脆就回去了。而且逃脫大師也會說，我把自己給換一下位置，換到那個小船去。487可以考慮把密碼機盡量補亮，然後再過來。是，本身就有時間，你是不能救援的。其實可以氣象加勘探員2個人來保這個人。然後讓昆蟲就來回補密碼機，昆蟲先補一下勘探員的，那這樣應該就是如果能救下來，但還要看一下逃脫大師是沒有紅光返照的。是，這波卡位。不過有碎石。針對到了，也沒回光返照。對的。那除非吸下來，不然是沒辦法的。哎呦，氣球刀。不過好在他是有紅光返照的，对，如果沒紅光返照就出大事了。這樣的話手裡有移形，而且臉上有人。
萬要不到，距離不夠。立教是在大门方向的，大门还没点上。对，小门会点的比较快。技能还在手哦，这波不能倒太快。咬到了，那快速击倒以后怎么说？要不要还是先挂再去大門嗎？先挂的话，可能大门要开了。開了，對。這掛人還有3秒，門開了，那就是個平局。其實星安夢夢帶了幽閉，他就是做好了最差的那個或者3人開門戰的一個準備了。是，大不了保平。保平的話也算。我14人吼也或者本體也吼，對吧？你是裝救不了的。還是看一下他的一個前期牽制時間。成都機器這裡就是沒有調，所以說前鋒也選的離昆蟲近一點嘛。不要給你干擾，就是寄宿我的機會，那我就直接讓開，給昆蟲很大的操作空間。他往大城拉到，看了一下的話。先往小木的方向去調了一下14，然後本體的話逼的是皮皮章，他的火災調查員，寄宿一下，然後收回來，不追，抓皮皮章。哦，這邊的話侵蝕度60以上了，61了。14人趕緊調出去控場，本體追着準備閃開。但是皮皮章這裡道具很多，他是不怕你閃開的。他是可以知道你閃現好了以後一直拉距離，但是這裡侵蝕度看的也太高了吧？對，主要來來回回的翻，會看到本體的，然後被迫交球轉點，還要被夾住啊！還是要回到這裡來。追獵一起還是轉不了點，再來一圈，這個氣囊的彈射，哇喲，剛好有一點閃開了呀！哦，提前把侵蝕度看滿。但是寵愛也很細節，本體的侵蝕度吼也吼到了，拉開的深距寄宿落地，是又一個59，哇，這59很關鍵啊，難受啊！再吼才99，定不住。就但凡是這種哦，提前看滿被騙過來了。這邊的話也逼不出來閃現了，開局追的還是擊倒的很快的，而且氣囊都用的，手上是沒有。而且對於艾維的話，前鋒就沒有什麼 OB 上的一個能力了，乾瞪眼。對，只能稍微看一看。前鋒第一次覺得那麼無能，是我真的是抓不了啊！啊，現在身上侵蝕度也比較高，先拉遠了。密碼機的話是2台半多一些，前鋒那邊會修得慢一點。關鍵點在於是1外面少個花錢為1，2是火災調查員真沒牽制空間了。對，他下來的話就吃一刀倒遠一點。看起來的話也不打算去卡半，我先壓滿，讓外面多修修，反正我就是要救的嘛。但是我救下來，你確實沒有什麼牽制的機會。是陳東基基想的是什麼？我可以不贏啊，要保平，那我一定要保平，甚至我還要做好跑一個的準備，我不能被4。對。你看拉球撞過來，拉球，直接那就賣了，對，當無傷了唄。就這個對於球聖來講也是最好的一個消息了。現在所有人，其他人都是個滿狀態。是，現在看着皮皮章的一個位置，我覺得他應該是想2階落地，看能不能給前鋒來一刀的。算了，侵蝕度掉了就算了。主要是這樣來回掛人太花時間。那沒辦法，還是要把這個人給牽到椅子上。那這樣來來回回密碼機的話，差的是3個半台。不過他手裡是有閃現的，其實如果有下一個人被追，壓力還是蠻大的。對，入殮手我不怕，我反身。这裡的話看到皮皮蝦早就已經拉走了。不怕歸不怕，該拉的點也得拉，還是要盡量晚點倒嘛。這邊就是一個拉扯的時間，寵愛一直沒有找到一個很明確的追擊目標，那密碼機掉的是比較快的。對，你14人上大船去干擾密碼機太複雜了，需要跑的路太久了，所以說先讓大船的密碼機拖亮，然後大門也在磨，站住最後一台。寵愛已經接近1分鐘沒有任何的收益了。對，
而且大船那台一亮，昆虫可以再找一台新的，这样的话他们可以同时起第6台，因为大石头这台密码机基本上算是一波就開了，對。哎，有一個特殊點就在於中場有一台，然後船尾有一台，這樣形成一個3連啊，就是船尾、中場再加雙11，追獵必道具。船尾開修，那這台就可以干擾了。但現在破譯加速出來的話，修得很快。對，主要這還是距離比較遠，就是雙11這一台跟船下。閃現開出。不過身上侵蝕度很低啊，沒有一個被。他現在不能死抓人，死抓人密碼機一定壓好，他一定要拉扯，再拖下一個閃現。現在2台密碼機都是40、50，很多的一個進度了。他現在就靠傳過去追獵，能多逼點道具。但是你這個靈柩還在，你始終逼不了。哦呦，他還想傳的那個被摁住了。對，只能先傳大門這個貼一下。在中場再修一台，3管齊下，然後前鋒在這裡翻個箱子，翻個針，扎滿後還能給雙11擊死壓力。哦，真是真。成都機器的第5位求生者。這個真的是很關鍵，很關鍵。這個補滿道具就是意味着你下一波閃現就算拖出來了，你也沒有一個能擊倒的人，大家都是個滿狀態。就現在你知道吧？寵愛看到入殮師頭疼，抓又不能抓，抓了又秒不了，秒了又能反身，嚼不爛。他就是在中間卡的那個人，然後兩邊吧又距離是最遠的，前鋒跟昆蟲是最遠的2個。這樣密碼機確實是在慢慢的被抹開。是，他就拖閃現唄，寵愛除了給開門戰拖個閃現以外，但主要開門戰的話，入殮師這個靈柩也是讓他比較頭疼的一個點，不太好處理。就是你可能把一個人秒了，但是他並不會說上一就淘汰。是，我也不用救他。我覺得如果寵愛他想加賽的話，他必須3抓才能加賽嘛。對。他剛剛就得處理入殮師的靈柩了，不然開門戰有個靈柩，你很難去打一個3抓的。對，相信拉扯這麼久，他一定是把所有隊友都見過了的。是。這邊打了昆蟲1刀，但另外一邊密碼機已經是88了。哦，故意侵蝕多看滿，反正密碼機能壓好嗎？這個溝通有沒有問題呢？壓不好啊，剛剛才80多就看滿了。那這波讓入殮救一波。其實昆蟲就往遠跑就好了呀，他想清身上侵蝕度還不簡單嗎？我覺得他應該是得到一個信號說密碼機能壓好，趕緊看，趕緊看。對，他想正好看滿嘛，然後你打我1刀，我正好亮了。那這裡的話，給到寵愛提前鋪墊一個開門戰的一個機會，我可以先把14人給拉過去。這樣亮大門2人，不過皮皮蝦就頂着點，對吧？反正我有靈柩的。也得吃閃，盡量能吃閃吃閃。是，反正我就在你臉上。你不吃，隊友吃。但主要是，這邊還騙了一下你的飛輪。想飛輪預判閃現，等你掛。小門的話沒有貼到，畢竟你剛剛壓的是雙11的密碼機，然後大門這邊也不敢過來，得等入殮師先反身走掉。14人肯定在小門，前鋒這裡已經能看到屏幕黑黑的，但是還沒有計速，先拉出。防你2階落地，來回拉扯。那這波沒閃現的寵愛，他很難再給到求生者太大的壓迫力啊。皮皮蝦那邊管不太了，然後昆蟲的話又在大船上。對啊。這邊想過來，但枯草手裡還有球。這個位置球也不多，騙到走位了，先拉球。拉進木屋。但沒有打斷，沒有打斷的話，這邊還是能夠牽制起來的。畢竟你剛剛閃現交過。對。就拖挽留唄。對，先拖。這樣拖下去，他的視角還是一直有在看18那邊，但18這邊是有在勾引你，我覺得有一點點長侵蝕度。怕他把這個陶片摁住，摁掉了，那就拆掉大門就穩開了。對，但這邊有個大船，就是你一過來，我直接上大船，你也沒什麼辦法，你又不能生追。他18的蟲群沒怎麼消耗掉，上蟲開跑你。完全就是沒招啊！平地根本拿不到刀啊！挽留馬上結束。對，大門還有地窖，一會兒前鋒其實就
相对来说啊，他可以去顶一下这个侵蚀度的压力了，顶一下伊斯人压力了，点点门儿把你骗过来。磨1%也是磨。对，先磨着呗。主要是18手里的话，18说我要送，因为他送了的话，小门陶片能摁住就有机会保平了。宠爱不打，宠爱反应的非常快啊，直接传过来了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他把前锋打残。那这里是满侵蚀度打一刀，大门在点了，但伊斯兰还在，再寄宿。现在门口的陶片它被拆很快，而且可拆的时间也很快，所以说偶爾就是做一個小的犧牲，獲取一個更穩定的收益。現在手裡是有閃現拖出來了，對，擊倒，然後伊斯蘭還留在小門，太細了。寵愛知道成都機器的求生者想法，二階哦還沒二階下來，但是現在沒道具了，平地刀要倒好像。哎呦，雖然交互很快，但還是倒了。那追聖面來了呀！成都機器使用了一種向死而生，但是寵愛說我不吃你這套。對。但這波伊斯人能不能趕到大門啊？這個門點開的話，能開，而且昆蟲能起來，起還好像是平局啊。對，因為這個伊斯人實在是太慢了，現在才飄到中場，那邊門是能開的，兩個人還是能走，還是跑了。對。那這樣的話，但不得不說，寵愛這一波就是思路上是對的，但成都機器略勝一籌，最終保平，恭喜成都機器獲得比賽勝利。還是穩住了，就包括說他們從一開始中後期開門戰，對開門戰也好，或者說管密碼機也好，會比較舒服一些。對，因為你畢竟這張地圖大，然後密碼機分布得很散，那這樣子的話，你的跑圖的一些代價就很大。是的。但是前期追擊的話，可能對於艾維來說就沒有那麼舒服。像魔術師、法龍女士以及氣象學家，他都是對艾維有一戰之力的。對的，而且你的話也是可以多干擾一下密碼機。對，他也可以就是前期是趕一位求生者，然後本體再拉一位求生者。是的，其實這個點位的話，會讓法羅去到雙11破1密碼機會有點怎麼說呢？密碼機開局招伊斯人，還是就是本體去一位求生者的方向，伊斯人去另一位求生者的方向。走到前面是陶安的氣象學家，可以看到陶安好像並沒有打算去拉到木木啊，因為這樣會干擾隊友木木的破1。對的，這邊轉點的話是直接往雙11轉，那就跟我們剛才說的一樣嘛。你帶個雙彈的話，可能前期拉點會比較舒服。對，但是你面對到侵蝕度的話，你沒有太多的反制空間。不過法羅女士這位求生者是還是比較好應對艾維的。對，相對來說還更舒服一些。但前面的話，侵蝕度還是卡比較好的，一個58的一個狀態。等閃現好之前，應該是不會給出機會的，就看閃現好了之後的那一波。是的。哎，放出一個強行手杖，而且擊獲到了一點監管者。對，他這一波的話是把時間卡得非常好。不過沒關係，因為這邊只要侵蝕度不掉，那還是存在一個閃現開刀之後跌到60多侵蝕度秒殺的一個機會的。沒錯，起碼拿第一刀的情況會比較晚一些。這邊的話是預判錯了位置，不過還是要給刀，身位不夠進板區。對，但其實拿刀的時間會晚很多，對吧？因為你加上這個伊斯人在技術下來落地還不一定能擊倒，看一下侵蝕度疊的是22的一個狀態，手上有閃現，彈射拉大點，沒錯。前面的話進到雙11的那個窗區之後，可能會給出一個閃現身位，因為彈射已經招過了嘛。應該是個閃現擊倒的節奏。是的。不過倒地電擊的話，也是趨近於一個3台了。然後密碼機的話也沒有干擾太多嘛。對。就干擾一下中場那邊。我覺得這一局對於球員方來說機會還挺大的。而且法羅女士有一點，就是她不僅逼出閃現，這個角色的26能力也是比較強的。對。但凡說你是吃刀救下來的話，其實會給到一定的時間上面的容錯嘛。來看一下回憶這邊的一個救援。先搖出懷表，避免被你寄宿。對。就是大夫這個有無傷救，但是還是打到一刀。不過沒關係，這波無傷救的話呢，第二波的話也就代表着不需要換位了，可以再來救援一波。沒錯。那還是法羅女士還是有一個36的說法的嘛。而且密碼機的狀態挺充足的，主要是這個問題。對。但你可能說到開門戰的話，4人還是有點比較困難。而且也是開啟。再控伊斯人去寄宿一下中場的電擊，干擾一下。
出来，这邊伊斯人的話，可能得拉回来了，因為船下是沒有求生者的。對，哎，這個時候你去干擾的話，他大概率是不會去管你的，就硬修了。看一下補上一個技術，這波救人壓力就會有點大了，因為他得保一個法蘭女士的26。對的。先把懷表交出來。這邊那個博弈的話，其實侵蝕度會比較危險一些。騙，但是侵蝕度有點過高了。對，這邊拉扯開，感覺有一點極限救不到。最後還在卡，在騙，救不到了。哎呀，這就是大副這名救人位在面對艾維的時候，可能會有一點，就博弈壓力會有點大嘛。包括在這種極限的扯椅的情況下，他是沒有辦法震懾的，對吧？那這裡的話，其實插上最後一台密碼機是20多的一個狀態。我來找一下空調的魔術師。對的。99的輕視值，前面魔術棒能續出來一個。對。看看能不能預判到這個魔術棒。回頭給到一刀。這邊是好像是有個地下室的，所以得趕緊倒走。密碼機這邊也興起了嘛。往海邊進行牽制，隊友那邊大副已經是新開了一台，對，提前交出魔術棒不給閃現身位。但對於蘇打來說，他並沒有很想去控場，還是以追為主啊。先確保手上有人嘛，只要你手上有人呢，我就有控場的籌碼。是的，然後這邊的話也是去破譯傳遞的密碼機，逃偏太早，技術的話也會不太舒服，所以選擇先把伊森站在那邊。但另外一邊興起的在雙11啊，這樣子的話貼門時間上面可能會有點乏力。對，這邊派逃完的氣象學家來救這波救援，但這個位置要攔截很難，因為交出長雲。但是呢，因為你看逃完他是沒有攜帶回光返照，所以這波救人對於他的壓力來說也是比較大的。對，而且落地給到一刀，但密碼機的一個量還是不太夠的。已經壓好了，密碼機。在80多，因為是雙11那台嘛。對。所以說現在還要等一會兒再傳過來這邊。過來的話，來不及了，框的是雙11那一台。對，那這樣子傳送落地的話，就先把伊斯人拖到小門去管。對。然後本體站大門。不過這邊魔術師他是有魔術棒的，所以也不用特別害怕你被你艾維寄宿嘛。對於艾維來說，現在這個局面可能會有點棘手，因為剛交過自己的閃現，沒有特別強力的擊倒求生者的手段。看到大門在點了，因為這邊是把一個伊斯人跟本體都留在了小門啊。伊斯人在大門，那還行。這邊的話170，哎，他是在想替空調這邊的魔術師頂這個壓力，因為如果不點的話，空調那邊魔術師沒有道具，可能是牽制不住了。对的，因為帶着天賦的話是一個單化險為夷嘛。哎，那既然你交過伊斯人，然後去管大门的氣象學家，那我2個求生者就可以點小門，完成一個平局。對的。然後伊斯人過來，補上大副。但大副這邊的話，這個距離好像是不一定能走的，感覺會差一些。提前走了不給逃騙，但是身位不夠走到門口。感覺這裡有點可惜了。感覺這一局其實蘇打他的一個控場思路，包括追擊思路，其實還是比較單一的。就怎麼說呢？他會去純粹的追擊，然後把這個密碼機的進度先拋在腦後，對吧？然後再回頭過來去控場。但反而這樣的打法是給到了很不一樣的效果。那我覺得這手先知拿得非常好了。哎，是這樣子。就第一手拿先知，我知道你這個時候你放先知，哪怕說你真的有邦邦，你不太會去選，对吧？那我選一手先知的話，你像艾維這類的角色，我是可以給到隊友輔助的同時，我會對。但這一次的話，捏捏他是選擇在了雙11破傳的位置啊，這個點位我覺得他就可以直線的去驅趕到求生的一些方位了。對，把求生者統一往大船這個方位靠，大船的電機。開局也是同樣的流程，先招伊斯人，然後去驅趕一下對面的求生者。對。臉上是貓貓的先知，但好像興趣不是很大。伊斯人直接調着李寶的飛行家的方位去了，就先干擾為主吧。然後本體這邊也是驅趕大門的一個密碼機。哎，好，找到先知再技術，好像還是不準備追先知，打算拿大副去作為一個首追對象。对的，一個傳送落地。這邊懷表先交出來，避出懷表，伊斯人再去驅趕海邊的位置。我覺得對於他來說的話，這個時候是故意去放慢求生的一個破譯速度。對，就把所有人的一個密碼機都控到了。對，但大副的話，對於艾維來說並沒有那麼好進行追擊。是的，
因为在怀表結束之後，他可以進行去卡板啊之類的去銜接下一塊懷表嘛。哎，但是可以看到滔滔這邊是防止艾維反繞，自己看到了61點。對，這2點可能還挺關鍵的。閃現好了，看這邊的話要不要選擇交閃，還是說想平地拿刀？蓄力刀給砸了一板，博弈到了，感覺有點虧。這個閃現是故意省下的。對，但現在的話，反而是讓滔滔這邊有一個銜接第2塊表的能力。看一下這邊選擇交第2個表，想預判一下走位。捏捏這裡，看能不能打出來，很關鍵。侵蝕度也很高啦。蓄力刀沒有打到。第2段懷表搖出來。那第3段懷表的話，可能得嘗試稍微躲一下啊，到了之後可以閃現了。嗯，但距離有點開，這邊想把侵蝕度頂掉，但先知的鳥已經盯上，給到一隻鳥。那趁這個時間點，趕緊把侵蝕度看滿。對，看滿了。但這個位置肯定是有一刀了。但我覺得對於求生方來說，這個先知拿就非常好了。因為捏捏這邊閃現過去之後，是把伊斯人把本體的吼也交過了嘛，所以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再疊到更高的侵蝕值。沒錯，這邊的話也是想去拆陶片，那干擾一下密碼機，但本體的話一時半會是不太能追上的。本體驅趕一下這邊的滔滔，然後空伊斯人再去守一下，降低一下密碼機的破譯速度。就現在對於捏來說，我覺得是陷入一個比較僵局的一個環節了。因為哪怕說你這邊技術落地，侵蝕度也是疊不太夠，還能進到下一塊板區去博弈，得考慮在手椅上做文章了。就是現在追擊，沒錯，你的牽制時間是肯定已經夠了。他是紅光噴到1口，2口噴到，那這樣子的話直接一個擊倒。但是密碼機我們能看到已經是3台開，而且另外2台已經在破譯的路上了。對，密碼機肯定是不太能守住了，就看這波手椅能不能打到一波攔截，對，賺到一些東西。沒錯，但飛行家這邊是帶了一個化險為夷嘛，看一下。這邊想去控一下中場密碼機，等一個寄宿 CD， 拿伊斯人回來，看李寶這波飛行家怎麼救人處理。對，先不上手技術，直接扯打斷了。但是被打斷了。技術度的話會有點極限，這邊80多、90多打一刀噴走。這一波防得非常好，非常快。如果說是沒有及時招出飛行器的話，可能就被疊加到滿侵度了。但是。在卡半的這個血線上面的話是沒有把握好啊。對，但因為比較極限了這個情況，艾維的話救人壓力確實會比較大，所以在應對這位監管者的時候，像飛行家這樣子的求生者，他不一定說我100%就可以把這個求生者救下來的。沒錯沒錯，就是他補上一手技術，再補一個，同樣救人壓力還是很大。對的，這邊侵蝕度很高，先給一刀，想頂，但這邊拉回來還好救下來了。這樣子的話，先知還起碼不會倒地。現在，但是要追一個雙倒的話，我覺得是有機會的。看一下這邊距離夠不夠近板，感覺是夠的，但是沒有辦法救飛行家呀。這邊的話，我覺得其實捏捏可以，稍微的要不要嘗試下過半？哎，過半了。那這個位置現在救下來，飛行家過半的一個狀態。大副掛飛，局勢瞬間就是回到了艾維的手裡啊。這一下感覺就完全不同了呀，因為你現在的話，只要把中場密碼機控住，那你。這個飛行家這邊就必須要跑圖，對，他得一直保持移動，不讓你的2階直接落地疊滿的一個。而且你看，他現在閃現是好了，求生者的牽制壓力也是非常大的。對的，哎，神隊這邊非常秀的一個飛輪是抵掉了侵蝕度，那起碼這一波危機還是化解掉了啊。對於咒師的話，可能不敢那麼倉促的閃現。臉上還是神隊的咒師在給壓力，大門是貓貓在新起的一台。不着急，這邊半狀態先知的話，沒有閃現能翻擊倒。這樣掛上先知，手上有人，中場電機也不好破譯，還能同時這個椅子還能同時守到2台電機。主要是什麼？主要現在能破譯的只有咒師，對，飛行家不能破譯。飛行家破譯的話，但凡給到機會了，那落地下來，你就是一個掛飛的一個狀態。不僅能破譯的只有咒師，能救人的其實也只有咒師。是。這最大的一個問題，這邊落地下來給到一刀，另外一邊飛行家救人。這波回合還打得還是很好的，一個人給電機壓力，一個人給救人壓力。沒錯。那貓貓這邊還是鋌而走險去給大門電機的壓力。沒辦法，得出來扛壓。對。但凡你不扛壓的話，讓捏捏這邊拖到時間就很危險了。每次人要找下飛行家。捏捏已經意識到他們要起3台電了。對的，背包也不能省，直接交出來。在
再傳到大門。這波沒有閃現，貓貓的位置可能相對來說會比較安全一點。嗯，不着急，現在的話可以來回去拉扯，对吧？但是对于求生者来说，他们被拖着也没有特別大的收益。你像咒術師和先知是沒有時間去補一個狀態的。就求生者現在得破局的話，只能說強行去修，並且你落地抓不到。但這種情況下，基本上只有咒術師能完成了。他們得3人心連心才行。對，你在追，比如說在追咒術師的時候，那邊電擊得給壓力。對。如果說在60秒鐘時間之內閃現拖好之前，沒有把這個電擊打到快90多的話，那可能就會被看門戰，就不太好打到看門戰了。對的。飛輪這邊真的是道具去換取時間呢、啊。那菲尼加這邊的話還有一個背包，但是伊森已經趕過來了。對，這波妮妮他是有一個2階的。也想去對咒術師下手了。一個技術陶片，2階落地，但是被飛輪規避了。對，那這樣的話被迫再把伊森招出。找一下大門的先知，但是走過去的話，電擊應該能壓到一個90。沒錯，但處於一個2階的真空期，這邊是補一個技術直接落地下來，閃現還差9秒鐘。不過就算沒有閃現，這個點位也是非常難牽制的。對，然後神墜的位置的話，剛是被趕到海側嘛，他跑到中場的話還是比較有時間的。現在密碼機已經破1上了，這裡感覺是有一個平地拿刀的機會的。電擊的話是夠的，剛好夠。哇，他真的太驚險了。對，現在先知的話就得考慮一下這個閃現，他不能那麼急的吃出來，但他得吃出來，他得在隊友往靠近小門，馬上要貼刀的時候再把這個閃現吃出來。是的，現在的話想去用伊斯人趕去小門，他必須要爭分奪秒，因為現在門是沒有人管到的。看一下神墜的位置是剛到小門的點位，剛碰上好像。那這裡的話還是得先卡在裡面，對。那現在可以放心的去找一下先知，麻煩了。哎，神墜那邊看要不要騙一下？哎，再騙了。2階落地。騙過來，但是3吼，但這個眩暈的話，拉開身位啊，對，有閃現的風險在，蓄力刀閃現。哎呀，那這樣的話，大門還在，伊森人還在大門。對，但現在可以給他點一下，沒關係，掛上了之後再技術都來得及。反正點不開嘛。對的。我上個技術把伊森召回，那邊搶點門，想換一下菲尼加來救人嗎？沒有，鬆開手了。傳過來是個先知，挽留時間還有52秒，咒術師的血線是足以支撐的。對的，但先知這個時候是沒辦法去回頭牽制啊，所以說飛輪還有大，哎呦，還是給到一個蓄力刀了。差2秒鐘的飛輪。對，另外一邊救下來，點門還要時間，29的門根本不着急，先把先知掛上，先知這邊是一個2掛的狀態，好像是。這個挽留時間就不一定能拖過了。對的，而且你這邊小門趕過來救人，你不現實啊，對吧？你說你1掛的話，對1掛的話也可能，但你2掛的話是不太夠的。看一下，菲尼加已經趕過來了，已經頂到臉上，必須得直接給壓力了。神墜這波他必須給壓力。對，落地下來再給一刀，那這一波的話，感覺是可以不用去掛，再傳回大門。這邊菲尼加還沒到。距離有點近，4秒的挽留，3秒、2秒，但是已經救不到了，淘汰掉先知。等一下，先打一刀。但看一下小門這邊的陶片的話，我覺得得注意一下，因為大門這邊陶片是不缺的，有2個，对吧？神墜自起之後，有機會是把小門點開的，可能會差一點點，對的，能點到80、90吧。因為這邊技術 CD 也快好了嘛，其實。最好還是先撤，不要那個急於去點。對。然後技術 CD 也好了，這邊就不着急，可以先去放心的追擊菲尼加，傳送落地下來。想頂壓力去點門嗎？但是直接給一刀了。但另外一邊的話還有個陶片可以傳，剛好0秒直接傳送落地，有點過於急躁了這波。對的。但這裡的話臉上有個地窖，但可是咒術師已經沒有自起了。那可能會趨向於一個4抓了，目前對，已經是一個比較慢性的死亡了，感覺是，因為現在等閃現就好了嘛，20秒的一個閃現。甚至說我2階回來的話，我可以把伊森人給招回來，對吧？他不用急，他等他的下一個閃現還有10幾秒嘛，就穩定能擊倒菲尼加。要是咒術師這邊的一個淘汰進度條的話，能看到還是差的比較多一些的。哎。
沒辦法，因為他當時如果說宙斯起來的話跑掉了，那我這樣子就放心去追飛行家了，因為我只需要伊斯人站着小門，你但凡一碰，年年的割据水平度還是很高的。这个地图打割据也确實是最理智的一個選擇嘛。對，沒有什麼監管者比割據人員擊倒更穩定了。就沒太多變招，因為這樣是選在了鬼板後門啊。求生者這邊選點還是挺常規的，讓病患使用終點站台，然後氣象學家利用自己的騰雲站在起點站台，幸運兒是站鬼屋。對，捏這邊的話選擇了鬼板。好，看一下起追還是往鬼屋去。但是可以看到這邊幸運兒他沒有選擇拉出鬼屋，而是上了2樓。那這樣子下去之後會有個隱喻回溯。是的，看到翻窗直接翻回去。哦，他是許願了個香水。對，但這樣子的話，其實拖的時間不會很夠。看一下這邊會不會偷偷摸摸翻過去啊？還在等。從左下角的視角能看到，那再翻下去，這樣子的話，費了一個回溯。但是白板的幸運兒在鬼板這個區域並沒有那麼好牽制的。看這位置進板了。前面的話單板還要踩掉，就我們剛才也說到了，其實，在鬼板後門溜鬼的話，你很難轉出去。對，再加上你沒有道具了，這個點可能就是要給刀了。對的，看一下頂掉隱月，哎，這波還是非常細節的啊。那在後期追擊上面的話，還是有點時間上面的拖延了。碰出一個板彈往起點進行拉點，這個車肯定是上不去了，就看能不能吃出來閃現。畢竟閃現是好了嘛。想省個閃，飛輪交，那給一刀直接倒地。他是想招飛輪去蹭這個板子，但是距離上可能會差一些。對，果然擊倒之後掛在起點的位置，整體密碼機的話也是來到1排半多2台的一個節奏多了。也可以看到神追的氣象學家早早的過來把身位找好了。對，有閃現，這波救人的時候得快速貼近身位，不能被打一個攔截。哎呀，陳雲先拖點時間，能壓點血就壓點血嘛。對的對的，要把這個化險為夷的收益最大化嘛。對，然後幸運兒也是往起點走，就不牽制了。這個時候的話，就盡可能拖點時間，不影響。可能還是想逼出來閃現，但並非很難。我感覺，因為化險為夷之間去擊倒你就行了，對吧？把板子一踩，然後給到一刀，直接擊倒，往角落一倒。那第2波的話，就派守門人過來卡個身位吧，提前過來。對，李寶這邊已經滔滔過來了。對，李寶在這邊破 E， 反正就救多一次，然後利用這化險為夷再拖一波時間。但是有個問題就在於說後期會有2個半狀態，對吧？以及你的閃現底牌都在嘛？如果說但凡吃不出來這個閃現，那後期傳送之後氣象學家這個狀態就非常難受了，非常吃力了。哎，已經開始打暖雨了。那守墓人的一個救人的話，我覺得還是比較無力的，因為沒辦法，只能讓你硬拖時間。對，提前出土，給自己攢個 buff。是的。按9下往角落跑，給到一刀，就2個化險為夷交出來之後，密碼機應該會來到最後2台的一個節奏。對。就看一下求生方怎麼去拉扯了，因為現在守墓人的話，我覺得還是要去補一下狀態最好。如果3個滿狀態的話，我覺得年年會有點壓力。就我個人建議嘛，就是李寶這邊可以扛點壓力，因為他是在修10樓那台店。對，如果說是割據員去找他，他可以憑借自己的鈎鎖在終點地形進行一個牽制。沒錯，能看到起點那邊2個人是已經拉開了，並沒有破 E 密碼機。這邊李寶的話還在破 E，然後也是被換追。不過沒關係，病患在終點站台的發揮空間是非常大的。對的。身位貼近，可能要交鈎鎖了。先落地下來。交鈎鎖的話有打斷的空間啊，看一下，哎呦，捏得很死啊，而且隱喻快速，對，他是飛到了站台另一側，那邊是沒有隱喻的。是的，傳送落地，是一個氣象學家，不過他這邊已經摸出了一個護腕。對，但是也是壓住了這台密碼機，最好還是帶走吧，就吃一刀帶走唄。看一下這邊香港岸起點的方向，哎，交護腕想直接蹭車。那大概率是攔不太住了。回溯過來，看一下2站來不來得及，感覺是有機會。來不太及，不過也沒有人點燈，對，不會被牽制起來。嗯。以
是成功倒走了遗產，然後並且是讓滔滔那邊再去破了一台新的密碼機。没错。但是这波破译新密碼機，它会有个隱患，就是你看妮妮這邊傳送是只有40多秒的，你守門人加上一個破譯 debuff， 再加上一個受傷 debuff 的情況下，在40多秒的時間之內，不一定能壓完那台密碼機的。對對對，就可能還是會被打一波疲於奔命呢。啊，現在的話也是趕過去。另外一邊畢竟那個病患要救人嘛，所以說你沒辦法暫時去破到這個密碼機，等你破到的時候傳送也好了，那這時候壓過來。是有一個滿產的，就是牽制壓力不會有那麼大。對對，能拖到時間。但其實我覺得捏捏這一手他是故意等的，就沒關係，這個時候就讓你進場也沒關係，先打出來，先要邊救下。然後氣象學家再去給鬼板電機的壓力，他沒有決定打反心理，對，就還是讓氣象學家去給鬼板壓力了。過來單板，這板子它還是比較充裕的。擊倒，看一下電機再抖。要先掛上，那掛上的話，那台電機就可以壓好了。是的，那這樣子的話，這個傳送應該就是留着來打開門戰了，我覺得，因為畢竟守墓人現在沒有道具了嘛，開門戰的話是沒有太大的牽制空間。哎，年年應該已經看到那台電機是壓好了，不抖了。對，對吧？救下來打一手。還要針對。然後病患這裡去趕去點門，那先追病患，病患的話還有勾鎖，能不能牽制起來？看一下。這個點的博弈壓力還是挺大的，而且氣象學家他是在鬼板壓的電機，他要去貼起點門會時間很久，所以他一定需要李寶多拖住時間。但是這個牽制時間明顯是不夠的，因為那隊友的起點門還沒有貼到。這一局很難去運營了，因為對於捏來說，我覺得他每個人的位置其實把控得非常好。對，差不多得傳了。那邊門的話，傳送落地。在這邊一掛的病患還是比較耐做的，看一下能不能快速擊倒啦。那這樣子是有機會的，回溯過來先把人掛了，然後掏到這邊去救人。但救人的話，那邊是0%的門，我感覺還是要趕過來去救這手氣象。但氣象的一個淘汰進度，我覺得不太能撐到啊，是一個2掛的節奏。他不一定要來救氣象，但是他一定要來給起點門的壓力。對，就是他們現在目標選擇直接上車，用車來趕路。那感覺捉過來之後，兩個人都在臉上。看一下，先管門，沒問題，先管門是完全沒問題的。然後另一邊李寶他雖然救不了神隊氣象學家，但是他可以通過去走起點門，完成跑一個的任務。對的。反擊到，但這邊傳送的話還有一個來不及，30多秒肯定是來不及的。他們這波求生者還是比較冷靜的，就救完人之後，一個人給沒壓力，另一個人第一時間去繞去起點，走起點門。我感覺這一局其實對捏來說也是一個非常不錯的比分了，因為你3磚拿下的話，其實壓力真的會給到 T1非常大。對吧？因為但凡說求生方這邊 WBG 拿下一個平局的話，你就現在都着重於起點以及鬼屋的求生者了。是的，因為其實整個地圖，我覺得月亮河它的一個分布來說，除非像鬼屋這種可以依賴地形的一些角色能牽制之外，其實我覺得在了終點站的一個變招，並且賭到了是逃完的弓箭手。我覺得這邊就是兩方的一個心理博弈吧。對，就你賭你佩佩會選在。好，這裡的話也是直接去找終點站了。先從外側包夾把隱喻留好嘛。對。那留下殘影之後，其實這邊回溯過來，感覺平地上面就要看這邊弓箭的一個準度了，沒射到了。因為他也知道遠程上弓箭的一個關鍵性，但是這個後撤步其實作用不能規避這一刀。對，不是很大了。不過還好，就是可以把第二個那個弓箭的實際時間給續出來。對，還有一個眩暈。進到前面兩板區，是的。哎，有點被騙到的樣子。嗯，身位貼近了一下。對的，然後上一個碎裂子，前面的話可以有隱喻。而且他這個回溯是完全賺到的，他不僅把撕裂值給頂掉了之後，還回到了弓箭手旁邊。現在的話，其實對佩佩來說不着急，我先等，對吧？因為我閃現沒好，完全可以等到閃現好了之後去進行擊倒。這邊隱喻還沒好，趁這個時間提前滑下來。
飛輪交得很急，那這樣子的話，閃現沒交一個擊倒，密碼機是一個1台半的狀態，並不富裕。主要是道具損耗比較多。對，因為這波的話，如果你比閃現，然後道具損耗不多的話，其實對於2、3次的一個牽制會更好一些。現在的話只剩最後一個弓箭了嘛，它的牽制空間就大打折扣了。說回來，那其實回憶這邊已經是壓到了馬戲團裡面的位置啊。準備要貼近了。穩定打一刀救下來，先就繼續嘗試在終點那邊，然後牽制不了的話，那就說趕緊說倒離電擊橋的遺產嘛。对，也要改變策略了。反正這一把的話，其實大局走向是有點鎖定的感覺，就看一下後期第二次救援之後，哭泣小丑能不能給到點輔助。會比較困難。其實哭泣小丑現在的任務不一定是要給到輔助，他只要保證人能把這個化險為夷安全刷出來之後就夠了。對，因為傭兵的救援的話就偏穩定一點，但哭泣小丑的話可以去嘗試一下，但難度也很大，因為畢竟閃現沒交。這邊感覺已經排到位置了，看一下能不能找到，沒找到，回頭。隊友那邊也是知道，也沒有抗壓力，還是繼續需要，就相信哭泣小丑這邊可以一個人把投籃救下來。過來沒有選擇交道具，门寧給一刀，發出化險為夷，道具交上，火箭幫助一下。哎，其實對的，他這個時候就是要考慮把自身的狀態保住，不要讓佩佩這邊續上2手節奏就可以了。確實拉開了，拉得非常遠，然後這樣子的話，哭泣小丑可以跟傭兵這邊馬上補到狀態。這個時候切記說你在保不住自身的時候，還要想着保隊友，那反而是會被雪球越滾越大的。對，因為這個時候雙倒的話，你就有了2手節奏嘛，對，不用在外面找人了。看一下把人給掛上。然後這邊橋上密碼機是肯定被壓住了，沒辦法破1的，而且底牌在，手上有閃現，3個人都得鬆手，不敢修。其實佩佩這邊知道你場上在修的是誰，只可能是你的滿血火帶花園，但他不一定想去找這個火帶花園節奏，他想憑借自己的排點，然後找到那2個正在打狀態的人。這裡的話排的是馬戲團裡面啊，反而是給到外面很充足的時間。哎，WBG 的求生者他還是很未雨綢繆的，知道你佩佩第一時間會排人，而不會去傳送這邊的火帶花園，所以我提前拉開身位，去遠一點的位置。這個位置還在找，但已經是看到過客了。沒關係，這個時候就是讓過客站出來牽制，因為他是唯一滿血且滿道具的。對，然後也是非常注意橋上密碼機。然後新的密碼機的話，已經來到一個40的狀態。哎，但是佩佩意識到起點這邊可能暗藏玄機。是的，過來找了，還有閃現，直接閃現擊倒，那就不一樣了。起點電擊壓到，不僅壓到這台密碼機，而且能壓到這個門。但我覺得這一局它有個好處是什麼？就3個化險為夷，對，還可以再去運一波擴大時間。对，但是這個3個化險為夷的話，就看佩佩怎麼去爭取了。我覺得他是可以盡可能爭雙倒，或者說打這種節奏的。對。因為他現在太充裕了，時間。現在救人，你看是誰救？我在這還研究，他只憑他一個氣囊是很難貼近這個椅子的。對的，閃現也交過，所以說外圍破密碼機沒什麼壓力。還在排火帶花園的位置，終點新開一台，但電機並不夠。對，因為終點這邊是傭兵在破1。對，這個還是比較頭疼的。還是決定卡滿，因為卡半的話。不是說不想救，是完全沒有辦法救，太遠。就這時候已經打算好去跑1個嘛，就盡可能跑1個的局面了。對。等一下，頂過來了，放個氣囊。是的，想打一個攔截，攔到1刀，但這個距離的話應該是能救下來。救下。拿火箭趕緊跑。看能不能拖到时间了。如果自己能牵制起來，那最好。牵制不起來的話，那也没办法了，就直接通電了。对，牽制不起來，至少也得帶離起點，確定火帶花園可以說是在起點破1的時候。哦，短板子破1到了。那前面短板的話還有機會，密碼機就80多的一個狀態。但2個板子踩完，感覺這個點位還是沒太。火箭能續出來。對，說法看一下，火箭續出來了。這邊大空地，感覺趕路有點難度啊，佩佩這裡。追不上距離，這邊還有個加速能進板，還沒有抽到。我的天，這邊門已經點上，防了一手傳送，感覺傳送落地沒有人，這邊防了一手的。啊，非常。我的天，意識特別好。
那這樣子的話，這邊火災再進板，手上雖然說沒有道具，但是傳送交了，沒辦法快速擊倒的話，其實這邊龜小是能趕門，是可以走到終點完成一個對的。那這樣子把人掛上，感覺是沒辦法了啊。那隨着枯衣小手走门，那可以讓我们恭喜WBG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。是的，這一局真的是空調這手枯衣小手的這個板子啊，太秀了，就這個翻板，我說白了，翻板，對，就這個翻板，這個翻板你搏到了。